陆建业，收起你那副委屈样吧。当初你垫的那2万块集资款，今天连本带利全退给你。打今儿起，这红星汽修厂的门槛你别再迈进半步。志刚，这也是你的心里话。建业哥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钱一清，咱们两不相欠。两不相欠。当初为了拿下这厂子的经营权，你在我家门外熬了整整1宿。你说一家老小全指望这买卖，你说以后有肉兄弟一起吃。这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区区2万块就能抹平了？少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来压人，谁家锅底没有灰？你当初帮着跑腿儿，就真把自己当成这儿的一把手了？白纸黑字的承包合同上印的是我王志刚的大名，有你陆建业半个字吗？盖了你的私章吗？说破大天去，你手艺再精，也就是个下苦力干活的。就是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这个志刚媳妇儿，话不能这么绝呀。建业兄弟这些年为厂子流的汗，大伙儿心里都有本账呢。老李头，这儿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干好你修车的活，少管我们家的闲事儿。王志刚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也是这意思？建业哥，人得往前看，厂子是我盘下来的，天大的风险是我在扛。你要是愿意留下继续干，我照样给你发工资，1个月90块死工资，这待遇在市里算顶颠了吧？1个月90块死工资，这待遇在市里算顶颠了吧？90块，我掏空家底给你垫资的时候，你一口一个亲哥叫着；我顶风冒雪去运输队拉关系的时候，你把我当活菩萨供着；我豁出老脸去给你席墨进口配件的时候，你拍着胸脯说这厂子有我一半。现在厂子刚见回头钱，我就成了你手底下值90块钱的大公子儿，你少在这倒苦水，钱不是都还你了吗？你还想怎么着？难不成让我们老王家世世代代给你当孙子？这脏钱，我嫌烫手！呸！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当初拉你一把，图的根本不是这几个臭钱。你今天非要过河拆桥，行，我成全你，但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。你今天非要过河拆桥，行，我成全你，但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。从这一秒开始，市街店物资站的大门，别想再打着我的旗号进。运输队那边的车检，别再提我的名字。更别指望拿我这双手攒下的名声，去给你的黑心买卖当挡箭牌。哼，吓唬3岁小孩呢，离了张屠户还能吃带毛猪？没你陆建义，咱们这买卖照样红红火火。好，咱们走着瞧，咱们走着瞧。建业兄弟，下午那辆大东风还等着你挑漆门呢。老李，对不住了，这乌烟瘴气的地方我待够了。那我的车咋整？原厂刹车鼓、万向节那可都是保命件啊！这活必须得找靠谱的师傅干，千万别拿便宜货糊弄。陆建业，你存心找茬是不是？你想砸我的招牌？王志刚，
你的招牌不是我砸的，是你自己亲手摔碎的。你愿意往火坑里跳，谁也拦不住，谁也拦不住。世纪电物资站的人怎么还没来？今天该送原厂刹车鼓了。志刚啊，那供货单上的签字人一直都是建业兄弟，可不是你王老板啊。那滤芯呢？万向环呢？全都没送来。别说保命件了，连个螺丝灯都没见着。库房底朝天了，全指望物资站的货下锅呢。全指望物资站的货下锅呢。昨天说的好好的，今天一早准到，这都几点了？没货怎么干活？以前陆建业在的时候，紧俏货从来没断过队儿。陆建业拿货有明细，结账从来不拖拉，出了岔子敢自己扛。人家物资站给的是他陆建爷的面子，可不是看你红星汽销厂的招牌，可不是看你红星汽销厂的招牌。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！不让提名字，不让套近乎。现在厂子是我当家，钱在我的兜里揣着。我还真不信有人放着现成的钱不赚。刘站长，忙着呢，给我调一批原厂刹车鼓，再来20套进口滤芯，价钱嘛，还按以前给建业哥的内部价走。没货，没货，没货！昨天不是通了电话，说今天一早发车吗？那批货是专门给陆敬业留的。刘站长，你这话就外行了吧？陆建业现在已经卷铺盖走人了，红星汽修厂还在转，车还得修，你卡着我的货，耽误的可是厂里的正经买卖。王志刚，少拿厂子来压我！以前给你们开绿灯，那是冲着陆建业的信誉。他拿货比比清，结账准日子，你算老几？我怎么了？我是名正言顺的承包人。上个月那批万象节的尾款，你到现在还没结清。还有，陆建业昨天下午就来过了，正式撤回了他的个人签字挂账权。从今天起，你想拿货，行，拿现金来结，按市场最高价走。紧俏件，去后面排队去。以前不都是先拿货后结账吗？还能优先挑好货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人家把担保撤了，你在这儿就是个白丁。现金交易，童叟无欺。行，现金就现金。你先把那批原厂刹车鼓给我。那批货已经调给别人了，你没预约，又没信誉额度，最快也得等半个月。半个月？半个月？我厂里10几辆车都大卸8块了，你让我干等半个月？那是管理无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修车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尤其是刹车鼓、万向节这些保命件，没有合格的货，你就别揽那个瓷器货。这就是那个把陆师傅挤兑走的王志刚吧？听说刚赚了点钱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哼，活该刘站长不给他挂账。这种白眼狼，谁敢给他做担保？刘站长，做买卖不能这么死脑筋吧？我这儿只认规矩不认人。你想按规矩买，排队交钱。想拿别人攒下的脸面给自己贴金，门儿都没有，慢走不送。想拿别人攒下的脸面给自己贴金，门儿都没有，慢走不送。咋样？人家只是撤了担保，咱们拿真金白银去买，还能买不出来？你懂个屁！少在这添乱！志刚，我那辆车到底啥时候能动工？配件在路上耽搁了，下午能弄好不？必须得是原厂件啊！那还用说？陆建业呢？让他出来给我个准话。建业早就不干了，以后这厂子我说了算，你爱修不修，不修赶紧把车拖走。啥？陆师傅不干了？那我不修了，帮我把车装回去。
刹车可是保命的东西，陆师傅不在，我心里没底。走，都走！地球离了谁不转啊？不差你们这几个散客。听说陆师傅走了，那算了吧，我们去别处找他。志刚哥，半个月等不到货，咱们总不能天天喝西北风吧？去城南救火黑市，那儿便宜货多的是，价钱能省一半，装上能跑就行。那些开车的又不是内行，谁能看出来？志刚哥，小零件凑合也就罢了，刹车鼓、万向节这些保命件可不敢乱来呀！万一出了车祸，咱们厂子得吃官司的。你们就是被陆建业洗脑了！修个破车哪来那么多穷讲究？想不想赚钱了？按我说的做。老板要啥刹车鼓、滤芯、万向节，我这儿全都有，价格绝对让你满意。这玩意儿能用吗？咋不能用？外表看着跟原厂的一模一样，装到车里神仙也分不出来。修大跨车用这个，利润高了去了。那能开发票吗？老板，你要是图便宜，就别问那么多规矩。想要正规票据，那可就不是这个白菜价了。行，给我装车。志刚哥，这材质明显不对劲儿啊，边缘全是毛刺，连个正经的厂名都没有。这要是装上去，少废话，先装上试车，没毛病就交车拿钱。这活我干不了，万一以后出了人命，人家找的是厂子，也是我们这些干活的。建业哥教过我们，手艺人宁可少挣钱，也不能没良心。现在这厂子姓王，不想干就给我滚蛋，滚就滚，跟着你早晚得进局子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孙师傅那辆车换上！王志刚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王志刚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给我换的到底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孙师傅，咋发这么大火啊？刹车软的像踩棉花，踩下去嘎吱嘎吱响。哼，我跑了10几年长途，这点猫腻我还摸不出来？我连货都没敢拉，直接空车开回来了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！孙师傅，你别听风就是雨啊！刚修好的车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？不承认是吧？行，拿千斤顶来，照着街坊四里面把轮子卸了，让大伙看看你换的什么原厂品。别，孙师傅有话好说。以前陆师傅在的时候，从来没拿这种垃圾糊弄过人，难怪现在运输队都不往你这儿派车了。你这不是在省钱，你是在拿我们的命开玩笑！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配件不都长得差不多吗？差不多？那你敢让你家孩子坐着这车跑一趟盘山公路吗？孙师傅，这绝对是个误会，我马上让人给你重新换一套好的，全免费。我不在这修了，把钱退给我，车我马上拖走。还有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会写份详细的报告，直接交到常委办公室和运输队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红星汽修厂的真面目。孙师傅，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吧？咱们私下解决不行吗？私下解决，休想！这厂子以前靠陆师傅撑起来的铁招牌，才几天功夫就被你们两口子砸得稀巴烂。黄志刚，关于汽修厂被实名举报使用劣质配件的事儿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明明白白的交代。杨厂长，这都是误会啊，是那个供货商坑了我们。供货商坑你？以前陆建业当家的时候，每一笔账目清清楚楚，花了什么价，花了多少钱，保质期多长，翻开本子一目了然。你再看看你这几天干的好事儿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去黑市买3无产品，收了定金不干活。厂长，我们也是刚接手，经验不足嘛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一棒子打死啊。经验不足？拿劣质刹车鼓糊弄人也是经验不足。车开在路上出了车祸，司机的命谁赔？路人的命谁赔？那不是还没出事吗？没出事是因为人家孙师傅经验了道，你这套耍无赖的把戏，在规矩面前一文不值。当初签承包合同的时候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必须采购合格配件，必须留存维修记录，涉及保命件的项目，必须有8级田工签字复核。你哪一条做到了？厂长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陆建业突然撂挑子，把供货渠道全卡断了，我没办法才……闭嘴！少往陆建业身上泼脏水！昨天我已经跟市机电物资站核实过了，人家账面上查得清清楚楚。陆建业只是撤回了他的个人担保，没人拦着你拿现金去买正规货，
没人逼你去黑市买假冒伪劣，更没人逼你拿客户的命去换黑心钱。还有你的账目问题，定金对不上号，采购没有发票，车间里连个安全矫饰牌都没有，新旧零件混在一起，简直是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厂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发誓以后绝对不用便宜货了。晚了，昨天运输队已经正式发函，明确表示不再信任你们的维修质量。今天孙师傅实名举报，还有你们厂里的2个工人也递交了书面材料，证明他们劝过你，你一意孤行。经常委紧急会议决定，从即刻起无限期暂停你对红星汽修厂的承包经营权。在此期间，所有客户的退款、车辆复检费用、劣质配件造成的损失，全部由你王志刚个人承担。不行啊，厂长！为了盘下这厂子，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！你现在收回去，这不是要逼死我们一家老小吗？承包合同不是你的免死金牌，你守规矩，厂里给你撑腰；你坏了规矩，厂里绝不姑息。你坏了规矩，厂里绝不姑息。国企改革是为了搞活经济，不是让你们把良心也给承包出去。那我投进去的钱呢？正常投入，按账目清算，违规造成的窟窿你自己补。哼，行里绝不会替你的黑心买卖擦屁股。车在人手里修，命在路上跑。谁要是敢拿良心去换钱，早晚得把自己的路给堵死，早晚得把自己的路给堵死。退定金，赔复检费，连孙师傅那辆车的整改费也得咱们掏。哪一张单子不要命？凭什么全算在咱们头上？这不是没出事吗？常委那边查了地少天，黑市的便宜金是我去拉的，修车的活是我揽的，字是我签的，这黑锅我不背谁背？你现在倒装起大头算了。当初要不是陆振业把担保撤了，咱们能去城南救活黑市进那种烂货吗？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没人拿刀架在脖子上逼我买劣质件，没人逼我把工人的警照当仿品，都是我自己走歪的。你现在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！当初是谁天天在我耳边吹风，说红星汽修厂是咱们老王家的？凭什么分给陆建业一半？是谁不要把他挤兑走的？我出主意你就听。现在好了，厂子被收回去了，钱赔了个底儿掉，连这个家都快保不住了。哟，两口子唱大戏呢。王老板，那3200块黑市配件尾款，今天总该见着真金白银了吧？张老板，您再宽限2天，常委那边的烂账还没理清，我手里实在倒腾不开。你倒腾不开，老子手底下兄弟还得张嘴吃饭呢。当初在城南救货黑市拿货的时候，你拍着胸脯吹牛，说红星汽修厂日进斗金，最多3天就结清，这都拖了快1个礼拜了。你拿老子当猴耍？你拿老子当猴耍？你还有脸要钱？就是你卖的那些破铜烂铁害了我们，没找你精神损失费就不错了。大妹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们当时死乞白赖，非要最便宜的货。哼，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了。没有正规厂家的票据，出了事儿别找我。是你们亲口说的，只要便宜，能糊弄过去就行。你血口喷人！白纸黑字，王志刚画的押，咱们也别在这扯皮，去街道办调解，或者直接去工商所走一趟。我只要钱，不占你1分便宜，但也绝不当冤大头，别去街道办，张老板。你先别人喊我一声王老板，
我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，现在这3个字就像大耳刮子抽我的脸。我不赖账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先凑个整数，剩下的我给你立字据，分期还。行，3天后咱们去街道办把还款计划盖个戳。别想着跑路跑了，这事儿可就不是钱能解决得了。哼！哥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想跟你借点钱应急。我不白拿，我给你打欠条，算利息。石刚，不是当哥的心狠。上个月你刚拿下红星汽修厂的时候，我怎么劝你的？我说做人得厚道，别忘了人家陆建业带你入行的恩情。你当时是怎么回我的？你说陆建业算个什么东西？以后整个汽修行的规矩都得你来定。现在呢，脸被打肿了吧？现在呢，脸被打肿了吧？咱们家底子薄，你捅的这个窟窿太大，我填不起。你要是真有骨气，就去工地上卖力气，把欠的债一笔一笔挣回来，别再指望别人给你擦屁股。先把账理清，以后别再走那些歪门邪道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带孩子回娘家躲几天，天天有人砸门要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孩子连觉都睡不踏实。行，你带孩子去老家住一段，好好上学，学费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罗工头，我以前管过汽修厂，懂点机械。您看这儿缺人不？工资您看着给就行。哟，这不是红星汽修厂的王老板把陆建业师傅赶走，用劣质件坑人，最后被常委封了门的那位？最后被常委封了门的那位？那都是以前犯的浑，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挣口饭吃。想踏实是好事儿，但我这工地虽然乱，也讲究个信誉。龚志刚，你要真想重新做人，去后头搬水泥、清建筑垃圾，不涉及安全技术的杂活，你能干就干。名声这东西，砸碎了容易，想一点点拼回来难。我干！师傅，司机交车的时候说没毛病，咱们还用查的这么仔细吗？司机说没问题，那是他上一趟没出事儿。咱们查的细，是为了保他下一趟也平平安安。师傅，跟着您干活，心里就是踏实。以前跑长途的司机，只要听说是您验的车，闭着眼睛都敢上路。季业，先停下手里的活。公司刚开了会，决定在维修车间单独设立一个技术总监的岗位。技术总监的岗位，以后所有的检修流程、配件入库验收，还有带徒弟的规矩，全由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周经理，我就是个拿扳手的粗人，管人管账这种细活，我怕干不好。就是因为你只认技术不认人，我才敢把这个担子交给你。咱们搞运输的，最怕什么？最怕车子半路抛锚，不怕配件贵，就怕不懂规矩瞎糊弄。这个位置，除了你陆建业，没人坐得稳。行，既然领导信得过我，这活我接了，但咱们得约法三章。技术上的事儿绝对不能省钱，账目必须清清楚楚。所有的维修流程必须签字留底，谁要是嫌我规矩多，现在就可以提出来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车队要的就是你这股要真的劲儿。哎，那不是以前开汽修厂的李老板不是吗？把人家陆师傅挤兑走了，自己作死，现在跑这儿来卖苦力了。以前在厂里随便收个定金都比这多，可那钱拿着烫手。今天这钱虽然少，却是一袋一袋水泥扛出来的，踏实，踏实。建业，车队打算把这块闲置的场地改造成维修分部，交给利润咱们按比例分承包管理，你看怎么样？周经理，这地方地面坑洼不平，排水系统全堵，电线也老化的厉害。想挣钱，得先保证人和车的安全。那你打算怎么改？东边划成待检区，所有车进门先登记；中间是核心维修区，大修和小修严格分开。西边建一个标准配件库，所有入库的零件必须有正规票据和验收人签字。最里面必须留出一个复检区，修完的车不经过复检，绝对不允许交钥匙，绝对不允许交钥匙。你这是要照着正规大厂的标准来建啊！要做就做长久买，不能今天赚一笔，明天砸招牌。配件库和复检区这两样少一个，这活我就不接。哈哈哈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车队出钱改造场地，你负责技术把关，账目走公账，明明白白。还有一条，招工不能光看手艺，得看人品。手艺生疏了可以慢慢教，心要是歪了，给多少钱都不能要。你真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？你真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？不卖拿什么还债？孩子的学费马上就得交了。这是我最后能拿出的尊严了，希望能弥补一点过错。这是我这几天在工地扛水泥挣的，你先拿去给孩子交学费，剩下的债我慢慢还，绝不耽误孩子。你现在懂庄起好爹了，要不是陆建业，别再提陆建业了，人家车担保是本分。是我自己贪便宜买劣质件，是我自己不听劝，也是我自己把他赶走的。是我自己不听劝，也是我自己把他赶走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全怪咱们自己。对，路是我选的，字是我签的。以后我不想再躲了，也不想再赖账了。你带孩子在娘家安心住着，等我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，再接你们回来。建业啊，你这规矩立得够严的。杨厂长，规矩写在明面上，以后就少扯皮，客户看着放心，师傅干活也有底线。这小子不仅手艺好，这股子踏实劲儿更是难得。好，就冲你这几条铁律，以后厂委的公务车全定点放在你这儿检修，一切按你的流程走。你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，前脚刚被咱们赶走，后脚就攀上了运输队的高枝，还开了这么大的分部，他肯定是早就算计好了，踩着咱们家上位。别眼红了，人家能开分部，靠的是以前在咱们厂攒下的信誉和手艺。咱们落到今天，是因为把良心当垃圾扔了。评评理，他陆晨也就是个白眼狼。今天我非得把你伪善的面具撕下来不可！今天我非得把你伪善的面具撕下来不可！我当家的刚离开汽修厂，他就把客户全划拉到自己兜里了。现在厂委停了我们的承包权，敢说不是你在背后捅刀子？你装什么清高？第一，这是东郊机修分部和市运输车队的合作协议。走的是厂委的公章，盖的是大红公章。第二，我离开厂子的时候没带走一张客户名单，司机师傅们愿意找我，
是因为我修的车，刹车踩得住，方向盘打得稳。手艺人的尊严是靠无数个日夜的汗水浇筑出来。第三，你们的承包权为什么被停？是因为你们用劣质配件糊弄人，是因为你们用劣质配件糊弄人，是因为你们连正规票据都开不出来。小兰，你少在这撒泼打滚！王志刚承包期间出的那些烂账，常委的纪律部上写的清清楚楚。陆建业从来没举报过你们，更没拦着你们去采购。这种颠倒黑白的人，绝对不能纵容。是你们自己把规矩踩在脚底下。常委的态度很明确，谁守规矩，厂里就支持谁；谁砸红星厂的招牌，就处理谁。那他陆建业凭什么抢我们的生意？那他陆建业凭什么抢我们的生意？我抢生意？大卡车跑在盘山道上，轮胎、刹车哪一样不是拴着人命？你根本不懂，我们修的不仅仅是车，更是别人家庭的支柱。司机师傅们有选择的权利。你们用那些来路不明的黑市件，谁敢把命交到你们手里？他们来找我，不是因为我收费低，是因为我敢拍着胸脯保证车修得稳。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跟我回去！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活当废！人家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陆建业没人靠，照样能活。只要咱们踏实干，把欠的债还清，早晚能翻身。别再动那些歪脑筋了。师傅，咱们这分部开张第一天，活就接连不断。照这个势头，以后肯定越来越红火。客户签字的时间怎么空着？配件批次号为什么少写了一位？马上拿去补情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规矩绝不能成为摆设。师傅，这点小细节不至于吧？车都修好了。小事不补，早晚酿成大祸。咱们今天刚开业，越是顺风顺水，脚底越要踩实，绝对不能飘。他陆建业能靠修车翻身，我凭什么不行？他开大门店收排场钱，我就在路边摆摊儿，只要价格压得够低，总有人贪便宜。大车我修不了，小毛病我还对付不了吗？师傅，我这车打火费劲，跑起来直哆嗦。我还急着去送菜呢，能修不？连火灌路老化了，挖菜也得换。不过我手里没有正规厂的新件，只有几个拆车下来的旧件，能凑合用。你修不修？旧件能行吗？要不我还是去东郊机修分部排队吧。去他那儿排队，半天都轮不上你，而且他那儿收费多贵啊！在我这儿修不用排队，价格只要他的一半，10块钱，包你打着火。行，只要能跑就行，你赶紧弄。好了，给钱吧。还真行，谢了啊，师傅。看见没？低价就是王道，明天肯定还有生意。王志刚，你昨天给我换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今天我拉着一车菜爬坡，半路突然熄火，差点连人带车溜进沟里。你喊什么？昨天你开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能断成这样？我花钱是让你修车的，不是让你谋财害命的。你才花了10块钱，10块钱你还想买正规厂的新件？我昨天不是告诉你用的是旧件了吗？反正钱我已经收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是说了旧件，但你没说这旧件随时会断啊！你这是把风险全藏起来了，你不善实在。你的王主劣质配件，你这早就不是跟王庄师傅的了。你王师傅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呢？同志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人在路边摆黑摊，用劣质配件坑人。同志，你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呢？拿出来看一下。我就是临时摆个摊儿赚点饭钱。
没办那个。机动车维修涉及公共安全，不是你补个自行车胎那么简单。这关系到人命，岂能儿戏？没有营业执照，没有配件来源记录，没有收费凭证，你这就叫非法经营，马上停止营业。把东西收起来。同志，我就收了他10块钱，真不是诚心坑人。不是为难你，是保护车主，也是保护你自己。真出了大事故，你赔得起吗？想干这行，先去街道办把手续问清楚。退钱！退钱！今天当我送菜的损失我不找你赔了，但这10块钱必须退，我得把车拖去正规地方复检。以前总觉得规矩是挡财路的，现在才明白，规矩是给人留后路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个陆建业心机深着呢。以前在厂里装老实人，前面无影了，背地里早就跟市运输车队勾搭上了。要不然他凭什么一出去就能看那么大的分布？真的假的？我看陆师傅平时挺正派的啊。嘿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要是不算计，我当家的能落到今天这步地子，他就是踩着我们家上位的。今天把大家请来，不为吵架，只为把事实摆在阳光底下，只为把事实摆在阳光底下。最近外面有些风言风语，说我陆建爷背后使阴招。今天，咱们用证据说话。第一，王志刚的承包权为什么被停？杨厂长，麻烦您给大家念一下常委的决议。杨厂长，麻烦您给大家念一下常委的决议。常委决定暂停王志刚承包权，是因为接到多起客户实名投诉。投诉其使用劣质配件，且拒绝提供维修凭证。此事与陆建业同志毫无关系。第二，有人说我串通市机电物资站，断了王志刚的货源。事实是，王志刚去物资站采购，想继续使用我陆振业以前留下的信用额度赊账。物资站按规矩办事，要求他现金结算，他拿不出钱，这才买不到正规货。我撤销担保，理所应当。我作证，当初投诉王志刚的人里就有我。我作证，当初投诉王志刚的人里就有我。他修的车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按正规流程维权，没人支持我。我陆建业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手艺，守的是规矩。今天说明会到此为止，以后再有人无凭无据造谣，咱们直接去街道办调解室见。
今天这事儿是我们不对，外面的闲话是秀兰传出去的，但我没管教好是我的责任。承包出问题是我贪便宜，路边摊被查是我没办执照，全是我咎由自取。跟陆师傅没关系。过来道歉。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乱说了。陆师傅，我以前骨气用错了地方，现在我想重新学规矩。你这儿还要打杂的吗？你这儿还要打杂的吗？我从擦扳手干起。能不能改，看你以后的手怎么伸。去把那套生锈的工具擦出来。擦不亮，明天别来。建业，好消息！建业，好消息！市运输车队决定把30辆重型卡车的季度大修全部交给你这个分部来做。30辆，师傅，咱们发财了！周经理，30辆车同时进来，咱们场地和人手都吃不消。我知道，所以车队同意你们加班加点，只要能按时交车，复检流程可以适当简化。不行，复检流程一步都不能省，这是底线。为了接大单砸招牌的事儿，我不干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行，先送15辆过来试应勤，剩下的15辆排到下个月。流程拟定，周期我来协调。还有一条，所有安全件必须用正规厂的合格件。发现新增问题，必须让司机签字确认才能动工。按你说的办。都说你陆建业的厂子门槛高，今天我算是见识了。咱们运输线天天连轴转，时间就是真金白银。你在这慢条斯理的抠细节，我们车队可耗不起。想分批进厂检修没问题，绝不耽误你们出车拉货。但只要车轮子滚进我这大门，就得守我这儿的铁律。该走的检测步骤一项不能落，该复合的螺丝一颗不能省。你们追求速度，我必须卡子安全。想兼顾这两头，就得提前把排班表定死。哼，你这臭脾气就不怕把上门的财神爷往外推？靠糊弄赚来的快钱，迟早得连本带利吐出去。行，冲你这句明白话，先调15辆重卡过来试修，第1辆车直接开进待检区，让你们司机全程盯着，毛病在哪儿，咱们当面锣对面鼓敲清楚。以前我最头疼修车，明明换个垫片的事儿，非得给我扯出一大堆收费名目。该你赚的手艺钱我一分不少，不该伸的手你别乱碰，哈哈哈，陆师傅，就按这15辆重卡的标准来，要是都能让我挑不出理，下个季度车队所有的定点修合同全砸你这儿。不碰机动车核心安全件，不私下接私活，不漫天要价。先从打下手干起。哟，这不是以前风光无限的王老板吗？怎么沦落到这儿当杂工了？我现在不是什么老板，我是来重新学怎么立规矩的。觉悟倒是不低。先把这辆破3轮的维修单填明白，重写，再重写。不就是修个破3轮吗？至于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？你要是连修3轮的明细都写不清楚，客户凭什么把车交给你？凭什么相信你？陆老板，
明天我还来。可以，但是记住，你不是来这儿作秀的。我知道你是想把丢掉的信誉一点点捡回来。师傅，今天排号已经挂到第19辆了，咱们干脆把后面的也接了吧。满15辆就停，剩下的全推到明天。师傅，送上门的钱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能吃下肚的才叫本事，能吃下肚的才叫本事。吃不下还硬往嘴里塞的，哼，那叫贪得无厌。哼，建业，过来合计合计，公司打算拨专款，支持你把东院后头那片旧仓库打通，直接挂牌第2维修区。扩建可以，但招人必须严把关。我就知道你们急着要搞培训车间，那不是买几套新工具就能糊弄起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建业啊，你这哪是开分店，你这是在给整个汽油行当立标杆啊！标杆谈不上，就是以前摔过跟头，见过那些乌烟瘴气的烂账，心里清理出哪些红线绝对不能踩。公公婆婆说你现在踏实学修车了。我不是在学修车，我是在重新学怎么做个人。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儿风吹日晒？先这样熬着，把欠的烂账一笔笔清干净，把丢掉的规矩刻在骨头里，再谈以后的路怎么走。秀兰，我现在没脸让你带孩子回来，债没清，日子还在半空中悬着。小宝的学费我每个月准时送去，欠款我按计划还。等我真正活出个人样了，你要是还肯认我，咱们再把这个家撑起来。你要是还肯认我，咱们再把这个家撑起来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变好了？变好，你以后慢慢看。下个月还有一笔大开销，你心里有个数，准备一下。我准备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看我？这个礼拜天，爸爸收了摊就去，先给你报个实价，再给你交个底。这根旧链条磨损挺严重啊。你这小摊子规矩还挺多，今天这活干得敞亮。你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个正经手艺人了。以前也是手艺人，现在是孩子看着，肩上的担子重了。不管是承包大厂还是摆路边摊，心术正了，路才能走直，路才能走直。咱们车队现在都传开了，车交到建业手里，不一定是最快出场的，但绝对是最让人睡得着觉的。建业啊，你这规矩定的是真死，一点人情世故的缝都不留，不留缝隙，大家心里才踏实。人情世故能挡得住车祸吗？我定的规矩是用来救命的。王老板，开张大吉啊！哎呀，别叫老板，叫我志刚就行。链条掉了，能修吗？2毛钱的修理费，要是磨损到安全线了，我会直接告诉你，绝对不给你硬装上去凑合。现在这做派像个正经买卖人，现在这做派像个正经买卖人。爸爸，你真的变了，还没顾上吃饭吧？爸爸知道。爸爸，我能帮你递工具吗？能，但不能瞎拿。你听爸爸说，现在赚进兜里的每一分钱都得干干净净。我这辈子就靠这门修车手艺吃饭，以前在国营大厂干，现在自己干。手艺是立身的根，诚信是做人的本。车主把车交给我，我就得对这辆车负责，对车主负责，对自己的良心负责，对自己的良心负责。建业，这是最后一笔欠款的结清凭证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不用向我汇报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。以前我总觉得是你欠我的交代，现在我彻底醒悟了，是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当初是我被钱蒙了眼，是我忘恩负义，是我把咱们的交情当成了往上爬的梯子。以前那些混账话，全是我放屁。过去的烂账翻篇了，谁也别再提了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只要你走的是正道就行。
有些东西砸碎了就是砸碎了，交情断了，不代表我这辈子就只能走歪路。你能把以后的日子捋顺，比在这儿发1万句毒誓都管用，比在这儿发1万句毒誓都管用。建业叔，我爸以后还能把这个摊子做大吗？能不能做大，全看守不守规矩。守着规矩走，步子慢点也能走到终点。把规矩踩在脚底下，跑得再快也得摔个头破血流。那时候我没哭也没闹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人这一辈子，最重要的不是你爬得多高，而是你摔进泥潭的时候，还能不能死死守住做人的底线。师傅，多少钱？明码标价，1块2，换下来的旧链条在这放着。你检查确认没问题了，再在单子上签字。你这路边摊讲究还挺多。以前不讲究，吃过大亏。现在不敢不讲究。